这台德国进口机床，全场就你一个人在碰，现在主轴断了，你赔得起吗？王主任，这台机床我昨天刚做完技术升级，各项指标完全正常。但你看后台的指令记录，昨天半夜有人强行篡改了进近速度的底层代码，导致刀具过载断裂。放你娘的屁！密码只有你知道，不是你乱改参数想出风臭，还能有谁？陈峰，我告诉你，你这就是破坏生产设备，是犯罪。是你们干的。为了保住你们在厂里吃回扣的烂账，你们居然连厂里最核心的设备都敢毁。陈峰，你还敢血口喷人！王主任，你凭什么打人？陈峰的技术全场第一，他绝对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就算机器坏了，也该等厂委调查。你凭什么动手？林婉，这儿没你的事儿，少在这儿充好人。他弄坏了100万的设备，厂长已经发话了，开除厂级，扣发全年奖金，立刻滚蛋！立刻滚蛋！开除？你们这是栽赃陷害！我要去市里告你们！去啊，你去试试看，看看他们的信你们2个穷酸机器师，还是信我姐夫的。林婉，你要是再多管闲事儿，我保证你在红星厂也待不下去。好，我走。但你们记住，红星厂的技术基石已经被你们这群蛀虫掏空了。这台机床，全中国除了我，没人能修好。赶紧滚！一个臭修机器的，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你怎么来了？快趁热吃，别凉了。对不起，师姐，连累你被王大强骂了。你说什么傻话？师姐，你哪来这么多钱？你别管。师姐，你把你爸妈留给你的老宅卖了，那不是你准备……我说了你别管！我说了你别管！陈峰，你听我说，你是个天才，你的手是用来画图纸搞研发的，不是用来在车间里被那些小人算计的。可是……没有可是，国内的环境现在不适合你。我打听过了，德国的亚琛工业大学在招收有实操经验的留学生，这钱你拿着，买机票、交学费，去国外学真本事。师姐，这钱我不能要，这是你的命根子，我拿走了，你以后在厂里怎么生活？王大强肯定会处处针对你。陈峰，你还要不要做人？甘心受冤，一辈子被人戳脊梁，抬不起头吗？一辈子被人戳脊梁，抬不起头吗？走，离开这里，去学最顶尖的技术。你要证明给所有人看，你不是废物。将来有一天，你要堂堂正正的回来，让那些踩在我们头上的人连仰望你的资格都没有。师姐，你等我5年，最多5年，我会让他们把你今天受的委屈100倍、1000倍的还回来，100倍、1000倍的还回来。陈总，市里的领导和厂方代表都在大门口列队等您了，您看，让他们等着。请问林婉在哪个工位？什么林婉？我们技术科没这个人，找人去人事处问。哼！赵师傅，你是小陈峰？是我，赵师傅，我回来了。我师姐呢？林婉去哪儿了？小陈啊，你糊涂啊！你这个时候回来干什么？你师姐被他们给毁了呀！
你师姐被他们给毁了呀！什么叫被毁了？她在哪儿？当年你前脚刚走，王大良后脚就逼着小林签了调岗书，把他赶出了技术科。3年前，王大强的外甥李伟违规操作机床，眼看要把手绞进去，是你师姐冲上去强行拉下了电闸，设备保住了，李伟也保住了。可你师姐的右手食指和中指被齿轮生生绞断了神经，废了。他们不仅不给报工伤，还说她操作失误，把她下放到了重油污清洗车间当保洁。那姑娘的手废了。林婉，你他妈没吃饭是不是？李技术员，这个箱子我已经洗了3遍了，你别往里面吐了。老子爱吐哪儿吐哪儿。装什么死？我告诉你，今天有德国来下来咱们厂考察，这是关乎厂子生死存亡的大单子。你要是10分钟内不能把这批展示零件擦得锃光瓦亮，今天就给我卷铺盖滚蛋！今天就给我卷铺盖滚蛋！看什么看？还不快擦！怎么残废了，干不了活了？你那只手不是为了救我才废的吗？你应该感到荣幸。还有，你是不是还在等陈峰那个野种回来救你？我舅舅说了，那小子当年就是个背锅的废物，去了国外估计早就在街头要饭了。你这辈子就配烂在这个臭水沟里。你闭嘴！不许你这么说他！死残废，你还敢动手？你住手！住手！师姐，对不起，我回来晚了。你认错人了，我不是林婉。师姐，我是陈峰啊，我回来了，对不起，对不起。陈峰，你个混蛋，你怎么才回来啊？好啊，陈峰，原来是你这个过街老鼠！你他妈敢在红星厂打我，你完蛋了！今天德国外企的考察团马上就到，你在这儿寻衅滋事，老子现在就叫保卫科把你送进局子，我要让你蹲1辈子大牢！保卫科死哪儿去了？重油资车间有人闹事儿，带上家伙快过来！陈峰，你快跑！李伟的舅舅现在是副厂长，你打不过他们的。你刚回来，不能再被抓进去，快走啊！陈总，德国考察团的先遣车队已经进厂区了，您现在在哪儿？红星厂的常委班子正在满世界找您呢。告诉红星厂的厂长，让他们全体高管现在立刻马上滚到重油污清洗车间来见我。谁在这儿闹事儿？就是这个王八蛋，当年被开除的陈峰，他跑到咱们厂区寻衅滋事，不仅妨碍生产，还把我肋骨都踹断了，给我往死里打，打残了算我舅舅的。陈峰，当年那个手脚不干净的内鬼是吧？还敢回来撒野，给我抱头蹲下，不然老子今天废了你！别打他，是我打的李伟，人是我打的，跟陈峰没关系，你们抓我，让他走。师姐，我说过，以后有我在，天塌下来我顶着。死到临头还在这装情圣，刘彪，动手，打断他的腿！都给我住手！都给我住手！厂长，舅舅，你可得给我做主啊！陈峰这个小子回来闹事儿了。陈总，您怎么到这种地方来了？厂长，你认错人了吧？他是陈峰啊，当年被我们赶出去的那个废物技术员啊！
你他妈给我闭嘴！这位是跨国巨头诺亚科技的大中华区 CTO 陈峰，陈总。哎呀，也是这次决定咱们红星厂能不能拿到3000万外资大单的首席考察官。张厂长，你们红星厂的待客之道，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保卫科的警棍，差点就砸在我的脑袋上了。张厂长，你们厂到底在搞什么鬼？外面的考察组已经等了半个小时。更荒谬的是，你们用来展示实力的那条进口总装线，刚才在启动演示时，主轴系统完全锁死。什么？总装线锁死了？这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德国专家刚才看了，底层逻辑崩溃。他们说了，全中国只有参与过这项技术早期架构的陈总，才知道怎么解除这套加密的自毁程序。你们要是修不好这台机器，不仅3000万的订单取消，你们还要面临严重的违约索赔。陈总，陈祖宗，求求您去车间看看吧，救救红星厂啊！只要您能让机器动下来，条件您随便开。请我修机器？好啊，张厂长，当年你们诬陷我破坏设备，把我赶出大门的时候，可不是这副嘴脸。我可以出手，但我有3个条件，少一个，你们就等着破产被清算吧。陈总，您说，哪怕是100个条件我都答应。第一，哪怕是100个条件我都答应。第一，技术服务费100万，现在立刻打到我个人的账户上。好，我立刻让财务去办。第二，王大强和李伟涉嫌职务侵占、故意伤害、诬陷他人，立刻剥夺所有职务。保卫科现在就把他们扭送派出所，我要他们把牢底坐穿。陈峰，你不要欺人太甚！老子在红星厂干了20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算个什么东西？保卫科眼瞎了吧？把王大强和李伟给我拖出去，扔到派出所，谁敢阻拦，立刻开除！你敢！第3个条件，5年前你们任由小人陷害，把厂里最优秀的技术骨干逼到扫厕所，甚至让他失去了1半的手指。现在我要你们红星厂所有高管排成一排，给我师姐鞠躬道歉，给我师姐鞠躬道歉。怎么，不愿意？周明，通知德国考察团，红星厂技术评估为0分，我们走。陈总，别走！林婉同志，对不起，是我们瞎了眼，让您受委屈了。林婉同志，对不起。师姐，这只是利息，我曾经答应过你的，会把这个吃人的烂厂子彻底连根拔起。没救了，系统底层逻辑完全锁死，你们的操作员是猪吗？这台机只能运回德国重装。陈总，您快出手吧，只要机器能转起来，您说啥就是啥。嘿，你干什么？这套系统是我们诺亚科技的独家加密的，连我都解不开，你一个中国人懂什么？滚开！这套加密系统的底层源代码是我3年前在亚根大学的实验室里亲手写的，你算什么东西？敢在我面前谈加密？你是 C 神，那个传说中的亚肯华人天才。修好了，转了，机器活了，咱们红星厂保住了。哎呀，陈总，你真神了，简直是神仙下凡啊！那100万技术费我已经让财务打到您账上了。您看，既然设备正常了，咱们和诺亚科技那3000万的外包大单，是不是现在就把字签了？3000万的外包大单，是不是现在就把字签了？周明，把红星厂的实地评估报告拿给他。陈总，这0分出局，拒绝合作是什么意思啊？机器不是修好了吗？
我修机器是因为你花了100万买我的技术服务，但我拒绝给你们订单，是因为你们红星厂从上到下早就烂透了，是因为你们红星厂从上到下早就烂透了。陈总，你不能这样！没有这3000万的外资单子，明天银行就会来收厂房，红星厂几千号人吃什么呀？少拿工人来道德绑架我，吸工人血的就是你们这群蛀虫，一个连厂里最核心的技术工程师都能逼去扫厕所，甚至废掉他手指的企业，根本不配生存在这个工业时代。周明，通知德国总部，我陈峰正式辞职。陈峰，你连外企高管的铁饭碗都不要了，你到底图什么？图什么？图一个公道。张国富，你们红星厂的时代结束了，回去洗干净脖子，等死吧。陈峰，你太冲动了，你为了我出一口气，把那么好的工作辞了，值得吗？师姐，看着我。别看，太丑了，陈峰，我已经是个废人了，我连一张完整的图纸都画不出来了，我只会拖累你。李婉，你看着我。5年前，你把买8女房的钱全部塞给我，让我去国外深造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值得吗？没有你，我陈峰5年前就死在那个冬天了。我的命，我的技术，全都是你给的。那个外企的高管，我本来就不想干了。核心专利在我的脑子里，我要在红星厂的正对面建一家全亚洲最先进的自动化设备厂，我要把他们抢走的全部拿回来。建厂，可是我能干什么？你来当老板娘，图纸我来画，技术我来搞，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只要站在我身边，帮我管好这个家，管好这个厂。我们还要去国外最好的骨科医院，我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你的手治好。陈峰，师姐，准备好了吗？师姐，准备好了吗？陈峰，这名字……从今天起，你就是丰莞重工的副总经理，厂里的财务、后勤、人事全部由你说了算，谁敢不听，让他直接滚蛋。好，陈峰，我绝对不会给你丢脸。陈总，按您的吩咐，包围网已经收网了。江南市最大的3家特种钢材供应商已经全部和我们签了独家供货协议，我们出价高出市场价20%，条件只有一个，绝对不允许给对面红星厂供哪怕1颗螺丝钉。很好。下游客户呢？诺亚科技的3000万大单已经正式转移到咱们丰莞重工。不仅如此，红星厂原本的5个老客户看了咱们新设备的良品率数据后，全当场倒戈，把定金打到了林副总的账上。陈峰，对面的资金链断了。红星厂为了接诺亚科技的单子，向银行贷了8000万引进设备，现在单子飞了，原材料断供，他们连工人的工资都已经拖欠2个月了。刚才我接到消息，银行的人已经去对面查封资产了。张国富，你今天不发工资，我们就不走了。陈总，救命啊！陈总，求求你给条活路吧，哪怕你随便漏点订单给红星厂，哪怕给点钢材也行啊！银行下午就要贴封条了，我去坐牢没关系，那几千个老工人怎么办呀？这个时候想起工人了，
这个时候想起工人了。当年你纵容王大强用劣质钢材顶替进口材料的时候，怎么不想想工人？当年你把全场唯一懂技术的工程师下放去洗灵便，害得他残废的时候，你怎么不想下工人？林婉，你帮我求求情，好歹红星厂也培养了你。张国富，红星厂培养了我，但我把我的技术、青春，甚至是我的手指全都还给红星厂了。我们之间只剩血债。张国富，别在这儿演苦肉计了。工人的工资不需要你操心，工人的工资不需要你操心。回去告诉你们厂委的人，明天上午9点，市级资产清算拍卖会，我陈峰会带着丰莞重钢的法务团队出席。我会存资收购红星厂，接收所有被拖欠工资的老工人。但是你还有王大强那群吸血鬼，1分钱遣散费也别想拿到。带着你们的罪证，准备去监狱里过下半辈子吧。师姐，走，明天咱们去把老家买回来。陈总，出大事了！海那边刚扣了我们一批货，诺亚科技德国总部单方面撕毁了供货协议，全面断供了咱们的高精度伺服电机和核心控制芯片。断供？违约金他们不想要了吗？违约金那点小钱，就当是我们诺亚科技施舍给你们这群要饭的了。陈，好久不见，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诺亚科技亚太区的新任执行总裁米勒先生。不请自来。诺亚科技的高管连敲门都不会吗？陈峰，收起你那套可笑的骄傲。你在中国市场抢走我们3000万的订单，确实有点小聪明，但你似乎忘了，你们丰莞重工目前出厂的所有高端数控市场，其心脏也就是高精度自负电极，100%依赖我们诺亚科技的进口。看清楚了，从今天早上8点开始，诺亚科技已经向全球供应链下达了死命令。任何敢向丰莞重工提供次副电机及芯片的企业，都将面临诺亚科技的全球封杀。换句话说，你们的仓库一旦见底，丰莞重工那些引以为傲的生产线，就只能造出一堆废铁。你们这是商业垄断，我们签订的是2年的供货长约，你们这是想强行掐死我们国内的民营企业。不，我们不仅要掐死你们，我们还要像碾死一只臭虫一样碾碎你们。陈，我们米勒总裁今天来是给你们指一条明路的，只要你立刻把丰莞重工80%的股权零首付转让给诺亚科技，并交出你手里的底层系统源代码，我们可以考虑让你们继续苟延残喘。哦，对了，还有个附加条件，让这个女人滚出管理层，我们跨国公司不需要残废来当高管。你干什么？陈峰，放手！你敢打外密？第一，在这个办公室，再敢对我太太出言不逊，我保证你们2个今天必须躺着出去。第二，带着你们的霸王条款滚回德国去，想用几台破电机就卡住我国工业的脖子，你们也配？陈峰，你根本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高精度4风电机那是需要几十年工业底蕴的精密仪器，整个中国根本造不出来。15天后，等你们仓库里的电机用完，我要亲眼看着你们破产清算。10天后的江南市国际重工博览会上，我会亲自带着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心脏，彻底终结诺亚科技在亚洲的垄断。滚！10天造出自负电机，痴人说梦，我等着看你怎么死！别熬坏了身体。马上就好。
陈峰，库房的库存我盘点过了，我们剩下的诺亚电机只够生产8天的量了。现在整个国内的同行都在看我们的笑话，如果10天后的大展上拿不出东西，那些刚签了合同的客户恐怕会全部要求退款索赔。退款索赔，那可是要3倍赔偿的。咱们丰莞重工恐怕要倾家荡产了。倾家荡产就倾家荡产，倾家荡产就倾家荡产，大不了咱们回老家种地。但是我绝对不允许你对那帮洋广子低头。他们今天骂我的话我不在乎，但我绝不允许他们骑在中国人的脖子上拉屎。笑什么呀？这都火烧眉毛了。师姐，你真以为这半年来我天天待在地下室，只是在画普通的机床图纸吗？这是龙芯1号，这是5轴联动受控床的最核心组件，超高精度纳米级自储电机，并且它的底层架构完全绕开了诺亚科技的所有专利壁垒。半个月前，其实我就已经攻克了最后的难关，我一直在等诺亚科技沉不住气，等他们主动撕破脸皮。他们以为断供能卡死我，却不知道我是故意把脖子伸过去，就为了等他们这把破刀卷针。成了，陈峰，比诺亚的数据还要高20%，我们成了！10天后，国际重工大展，师姐，准备好跟我一起去教那帮洋浆子做人了吗？哈哈哈哈哈！陈总，看来你们丰莞重工是真的山穷水尽了，连一台能通电运行的机器都搬不出来。你们是来博览会卖空气的吗？丰莞重工终究还是被外资掐死了。没有诺亚的核心电机，咱们国内的机床就是一堆破铜烂铁，拿什么跟人家比呀？米勒，展会才刚开始，你的香槟开得太早了。死鸭子最硬。女士们、先生们，接下来诺亚科技将向大家展示什么才是真正的世界第一精度。克劳苏，启动我们的深盾 X5 接床。太可怕了，这精度绝对达到了微米级别，国内的技术至少落后他们20年啊！陈，看到了吗？这就是不可逾越的工业鸿沟。我现在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当着所有媒体的面跪下来求我把丰莞重工80%的股份交出来，否则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叼个鸡蛋就把你狂成这样了。周明，把咱们的东西拉上来。周明，把咱们的东西拉上来。哈哈哈！你装神弄鬼做什么？没有我们的电机，你就算造出一个变形金刚也是废铁。米勒，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不可能！你们的库存早就耗尽了，这绝对不是我们诺亚的自负电机，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什么东西？它叫龙芯1号。叼鸡蛋算什么本事？敢不敢跟我赌一把硬的？就用这最硬的钛合金，不加任何润滑液，干切。蠢货，干切钛合金，你的刀头和电机3秒钟就会锅载烧毁。克劳斯，跟他比。不用3秒。克劳斯，拿你们诺亚最先进的激光铅分器来测一测。0.001微米，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这是真正的纳米级精度！上帝啊，我们诺亚50年的技术储备被他们全面超越了！纳米级
我们国人自己造出了纳米级精度的自补电机。丰莞重工万岁，国货万岁！去他的诺亚科技，去他的技术封锁！我不信，你们一定是偷了我们的图纸！我要告你们！我要去国际法庭告你们！看清楚了，这是龙芯1号的底层逻辑架构和全球120个国家的独家专利认证证书，所有的核心技术完全是我们丰莞重工自主研发的。告我们，去告啊！米勒，你刚才不是问我，没有了你们的电机，我们怎么活吗？滚回去告诉诺亚科技的董事会，从今天开始，亚洲所有高端数控桥的定价权不再归你们德国人管，这规矩由我陈峰，由我们丰莞重工来定。带着你的破铜力蜡铁，滚出亚洲！滚出亚洲！黄总，龙芯1号的订单已经排到明年下半年了，加钱也不行，产能全满了。好，我把您排进候补名单。陈总彻底爆了，咱们狂揽了600亿的意向订单，诺亚科技在亚洲的市场份额直接被咱们腰斩了。诺亚科技的德国总部有什么动静吗？陈总，这正是我要汇报的。诺亚科技总部不仅没有认输，反而倒打一耙。半小时前，他们联合了欧洲低机械制造协会，在全球召开了一场紧急新闻发布会。您看屏幕，您看屏幕。瓦格纳教授，他是当年我在亚肯工业大学留学时的博士生导师，也是诺亚科技全球研发中心的首席大科学家。当年正是他无耻剽窃了我的毕业论文核心数据，并以学术不端的名义将我赶出了实验室。女士们、先生们，关于华夏丰莞重工发布的龙芯1号，我作为首席科学家，必须在此揭露一个无耻的谎言。丰莞重工的总裁陈峰曾是我的学生。所谓的龙芯1号根本不是中国人自主研发的，而是他当年从我的实验室里偷走的半成品草稿。陈峰，如果你敢证明你的清白，下个月初，德国汉诺温国际工业博览会带着你的机器来，诺亚科技将在全世界面前用我们最新研发的神盾 Max 把你那堆破铜铁彻底碾碎，你敢来吗？无耻，太无耻了！当年明明是他偷了你的实验数据，现在居然敢反咬一口！陈峰，咱们绝对不能咽下这口气！周明，发全球公告，告诉瓦格纳，汉诺温工业展，丰莞重工一定准时赴约。我要在他们德国人的地盘上砸了诺亚科技100年的招牌。周明，去订3封飞往慕尼黑的头等舱机票。去慕尼黑，现在离汉诺堡工业展还有半个月啊！展会是半个月后的事，但下周是慕尼黑骨外科医院全世界最好的断指再造专家施特劳斯医生为你安排手术的日子。师姐，我说过，哪怕把天捅破，我也要把你的手治好。师姐，我说过，哪怕把天捅破，我也要把你的手治好。李女士，陈先生为了您的手术，捐献了我们医院最先进的纳米级尾椎手术台。您的神经虽然坏死多年，但借助这台设备，我们有90%的把握，让您的右手恢复到正常人的灵活度。陈峰，如果手术失败了呢？没有如果，没有如果。退一万步讲，就算真的失败了，你依然是丰莞重工的老板娘，依然是我陈峰这辈子唯一的妻子。这只手，我牵一辈子。好，医生，麻烦您了。陈峰，等我醒来，这只手还能画图纸吗？当然，你要用这只手为我们的工业帝国
画出镇压全球的终极蓝图。哟，这不是我那个因为学术造假被开除出校的废物学生吗？听说里面躺着的是你的妻子，那个手被机器搅烂了的可怜虫。陈，你不在汉诺堡准备你的遗言，跑来慕尼黑救一个残废，你以为就凭你那个偷来的龙芯1号，真的能活着走出德国吗？老东西，当年你教我理论，今天我来教你什么叫现实。汉诺威尔展会上，我会当着全世界面前亲手把你连同你的诺亚科技彻底钉在工业史的耻辱柱上。带着你身边的狗滚出我的视线，别脏了我太太手术室门前的地，别脏了我太太手术室门前的地。林女士，尝试握拳。上帝保佑，堪称完美的医学奇迹。师姐，试试。陈峰，我回来了。走，师姐，咱们去汉诺威教那帮德国佬画图。陈总，这群洋鬼子太欺负人了，不仅把咱们安排在厕所通道旁边，还把咱们的电源功率限量了，这摆明了是诺亚科技在背后搞鬼。别急，狮子就算趴在角落里，也依然是狮子。看到你们亚洲企业可怜的展位了吗？这就是你们在世界工业版图上的真实位置。永远只能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瓦格纳，少废话！你不是要在全世界面前碾碎我吗？你想怎么比？今天，诺亚科技将向全世界展示我们的终极武器——神盾 Max 5轴超微机床，而我们挑战的项目是航空发动机微型涡轮膏片的一次性成型雕刻。涡轮叶片，那玩意儿可是有上百个复杂的曲面啊！一次性成型，而且还是微型木叉，如果超过0.01毫米，叶片在高音速运转时就会直接炸毁。丰莞重工那台机器今天要出丑了。陈峰，敢不敢接？如果你们的机器切废了，我要你当着全球媒体的面承认你的龙芯1号是剽窃了我的技术，并立刻跪下向我道歉。如果我赢了呢？你要是能赢，我跟瓦格纳教授当场把切下来的钛合金废渣吃了，并且诺亚科技永久退出亚洲市场。好，一言为定。周明，通电，把预热程序打开。陈总，主办方限了咱们的流，电源电压根本不够咱们这台机器安在运转的。一旦强行启动复杂雕刻，系统很可能会死机崩溃啊！没关系，电压不够，我们可以通过底层递进速度的算法，用动态补偿来解决。陈峰，今天这台机器我来操作。一个连大学都没上过的亚洲女工也敢在这里大放厥词，你懂什么叫动态补偿算法吗？瓦格纳教授，5年前我是红星厂的首席技术员，今天我是丰莞重工的副总裁。现在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了，什么叫真正的亚洲技术？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了，什么叫真正的亚洲技术？回车！上帝啊，这速度丰莞重工的机器疯了吗？他们不考虑要差了吗？不可能，绝对是废品！撤，立刻撤！我不信亚洲人能刻出合格的涡轮叶片。请便，请便。零误差，居然是零误差！
瓦格纳，你偷了我的初稿，却只造出了一个废品，而我们华夏不仅能造出更好的，还能让它完美运转。现在是你和米勒兑现承诺的时候了，趴下，把这些废屑吃干净，然后带着诺亚科技滚回你的老家，滚回你的老家！我不吃，你这是侮辱，是对整个工业的侮辱！拦住他，护送我离开这里，立刻停止这场该死的直播！想走？瓦格纳，你以为今天这场大戏仅仅是比试一台机器那么简单吗？周明，上大屏。是，陈总。我的天哪！我的天哪！那是5年前的监控。瓦格纳把偷来的草案卖给了诺亚科技，换了2%的股份。5年前，你剽窃了我的毕业心血，把我诬陷成学术骗子，赶出德国。瓦格纳，你引以为傲的神盾系统，不过是抄袭了我当年的一张废稿，而今天，我带着真正的完整版龙灵1号来亲自收你的命。假的，都是你们伪造的，你们这是栽赃嫁祸！米勒，你这个蠢货！瓦格纳这个骗子！你们到底在华夏人面前干了什么？因为这场全球直播，诺亚科技的股价在过去3分钟内雪崩了40%，600亿欧元瞬间蒸发了。董事长，你听我解释。闭嘴！董事会刚刚全票通过，正式罢免你和瓦格纳的一切职务。你们准备迎接集团的巨额索赔和商业欺诈指控吧。你们下半辈子就在监狱里度过吧。都让开！商业犯罪调查科。瓦格纳先生、米勒先生，你们涉嫌巨额商业欺诈、知识产权侵权以及操纵股市，你们被捕了。陈峰，你毁了我，你毁了诺亚100年基业。不是我毁了你，是你们那可悲的傲慢毁了你们自己。带走。陈总，风晚重工，国之脊梁。各位同仁，从今天起，属于外国人的技术垄断被我们彻底砸碎了。丰晚重工将开放基础底层架构，向国内所有企业共享部分核心参数。我们要让华夏制造不仅站起来，还要在这个世界上彻底跑起来。师姐，筹报完了，仗打赢了，接下来我们该办正事了。什么正事？我们该办正事了。什么正事？公司要筹备做上市了吗？比上市更重要的是回国办婚礼。恭喜丰晚重工正式成为亚洲第一、全球前3的工业巨头。陈总、林副总，大快人心啊！刚刚法院宣判，瓦格纳和米勒犯有巨额商业欺诈和操纵证券市场罪，数罪并罚，被判处30年监禁。诺亚科技宣告破产重组。周明，通知全场，今天不仅是上市的好日子，更是我和你们林总的大婚之日。全场带薪休假3天，所有员工发放5万元上市加新婚双重红包。好嘞，陈总，迎亲车队已经准备就绪了。这就是咱们丰晚重工的牌面，太浪漫了，这才是属于我们的世纪婚礼。丰晚重工万岁！陈总来了，新娘子好美啊！丰晚重工牛逼，陈总新婚快乐！陈峰，师姐，这牌面还满意吗？